与其花那么多时间跟精神攻击扭曲我，把每一个字像是说文解字、实则断章取义方式的去解说，花那么多时间在黑，为什么不认真的去把节目内容给做好呢？造谣抹黑、臆想、扭曲，请问跟青鸟有什么差别呢？花90%的时间攻击我郑丽文主席、罗志强委员，那为什么不花90%的时间监督赖清德、民进党，为两岸和平争取机会？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针对历史哥的谣言分两件事，第一个是关于中广节目的事情。第一时间为什么我讲说赵少康亲自决定呢？这个说法呢是确切，虽然中广方面是否认，据我所知就是赵康先生自己决定的。那我们就尊重电台的老板的决定。虽然他之前上一次选举的时候他辞掉了他的董事长职位，但是大家也知道他还是对于电台的影响力嘛。反正中广有官方的说法，但是我有我的感受。第二个，第一时间知道这事情的时候是在礼拜三的中午采访完徐小新之后，当下我就把它发出去。第三个，很多人说啦哈，因为节目被关停嘛，那总会有很多的理由嘛。有人说是去中国大陆去太多次，反正有很多诸多理由了哈。那首先呢，绝对不是请假的问题，因为电台的主持人哈，带动主持人请假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只有我在请假。事实上，我过去非常少请假，为了要去大陆呢，就比较多请假一点是没错。但这件事呢，我是亲自跟赵少康先生、赵大哥报告过的。那他是说可以，我跟他说我要做两岸交流，他问我说是什么交流呢？我说就是去看一看，把真相给带回来，有点像馆长那样子，但是我会做更多的文旅。那从历史哥到大陆去，所有的直播，我能直播我都直播了。很明确的就是文旅做的非常多，尤其是都是走历史景点。去西安去最多的就是各种陵寝，去上海也是啊，也是去了很多的观光的景点嘛，包含我们去的外滩嘛，我都把它剪成秀成嘛。然后你看 vlog 也知道，所以请假不是个问题。如果真的是请假的话，那其实每个节目的主持人请假的状况大差不差，甚至过去其他时段的主持人的请假比我还多。比如说在礼拜三被告知的时候，那个当下中网在历史一起秀被收起来之前，只剩2个带状节目啊，一个是8点到10点千秋万世，另外一个是11点到12点历史一起秀。在那个当下，千秋万世主持人也还是请假当中，所以只要充分告知好，然后充分有代班，其实电台一直都是可以准许请假。所以有人一直攻击说是请假，我想这个是非常扯的。那再来还有青鸟攻击说，因为什么之前的历史记录事件吧，说我形象太坏，那时候就可以开除了，为什么要拖那么久？历史记录事件形象有多坏吗？也只有他们青鸟在自嗨啊，只有他们在在意啊，所以都在瞎扯哦。就青鸟造谣非常的可耻可恶，但是更麻烦的事情是呢，进行了别种方式的造谣，比如说历史哥盗用中广的素材，然后来进行自己的流量变现，比如说剪辑精华啊，做秀。我在那边4年2个月，历史一起秀所有的精华，除了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点是别人剪的，基本上我历任了4个小编，我们的节目精华基本上都不是他们剪的，都是我公司的剪辑剪的。所以如果还有人在讲盗用，那就是非常可恶恶意的造谣，而且这4年都我剪，都是拿我公司的资源，中华没给我登记过半毛钱剪进，所以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说，那我们先上，你们在后上，以我们剪的规格的强度，还加上上字幕，我们还多元字幕，然后再加上短影音的部分、短视频的部分，整套包下来，外面一般报价6000块跑不掉，我就以50周计，1年就30万，乘以4年就是120万。那请问我欠谁？所以不要再造谣了。我觉得恶性造谣、挑拨我跟中广关系的人非常可恶，但我讲的绝对是事实。今天就是互相授权的过程，这件事跟中广没有关系。那这是我跟他讲好的，所以这钱我也不是要跟谁讨，我只是觉得讲那一些真的都不是重点，花太多时间在浪费这个东西在澄清这个。但是我现在不澄清，变成每一档节目、每一个留言、每一个聊天室，我都得反复的面对这一些谣言。而且最麻烦的事情是，青鸟造的谣主要是对我的人格跟8种冲突的部分在造谣啊。比如说呢，那时候的所谓历史记录事件，他们当然攻击我乱伦哥嘛，那个是青鸟式的造谣。但是比较麻烦的不是青鸟式的造谣，比较麻烦的是来自于非民进党势力的这些造谣，而且是公然的可以在上千人的群组里面造谣，这个才是这整件事情恐怖的地方。借着现在中广的事件，然后在那边造谣。因为历史一起秀我是真的用心做，所以我才会伤心。因为包含 logo 都是我请朋友做的，包括片头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4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这个也是我自己写的，当然是有跟中广主管讨论一下。所以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针对这件事情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澄清。后面呢，我觉得也不需要再花时间再讲这个，因为已经浪费太多时间在这上面。最大的麻烦是借着这个事件进行抹黑攻击。还有人呢就说，哎，你一定是收听率不好。我跟大家讲，好玩的来了，中广新闻网没有 FM 频道，它只有 AM 频道。那只有 AM 频道跟 FM 频道最大差别是什么？第一个 AM 的收听的状况不好，因为 AM 呢它这个波长它的穿墙力不好，所以经常性收听不到。你要用比较好的天线，
YouTube 的广播电台它怎么去比呢？其实也没什么去比，其实就是同一时段看谁在播嘛。因为现在大家只要是新闻联播网里面的访谈型的或者是新闻论证的节目的话，它几乎都会直播 YouTube 嘛，然后大家就靠 YouTube 横向比较时段，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状况。那再来就是广告商愿不愿意下你广告，那就我很常在我的广播的节目里面常在帮人家念新闻口播嘛，所以如果说真的没有收听率，横向比较是输的话，我早就被检讨，那事实上并没有，所以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接了太多的广告，连郭台铭当时在中广买广告的时候，我的时段也被指定，所以所谓的收听率不好被拔掉，那也绝对不是有的事。那我不知道还要再造什么谣，反正电台的说法就节目调整嘛，那我只能说就是赵董亲自决定。那至于大家的其他的想法，那我就一律尊重。那更可怕的地方倒不是电台的部分，而是借着电台在节目调整的时候跑出来的谣言。然后结果竟然还是在讲大罢免时候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我把罗智强委员当时捐出来所谓的罢绿保条专款给吞了？有人想要把这个账逼出来是为什么呢？首先这个钱是罗智强的，只要罗智强他不想查账，没有人可以逼罗智强查账，这是罗智强的私款。但是第二点呢，这里用心就非常非常险恶，逼着我把这个账如果在未经罗智强委员的同意之下公告，或者是经过罗智强委员同意也公告，我跟你讲啊，这个账绝对没有问题。但是麻烦的是什么？是后面民进党会拿这个账来找事，那他就是一箭双雕，他同时可以消灭历史哥，又可以消灭罗智强，顺便呢再倒打当时深度参与28推战志工团的郑丽文主席一把。因为 MG149 事件，蔡壁如委员当时经手的，把所有的账清清楚楚都有单据，我们的账也是清清楚楚都有单据，然后到现在青鸟依然认为 MG149 是一个黑账，所以只有傻了才会把自己个人账款公布，那政治就这么险恶啦。他们现在就算你不公布，你就是吞钱嘛，你公布了，那现在完蛋，罗智强委员要完蛋。而且我就问一个问题，那以后谁敢拿自己的钱出来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阴谋。出呢，罗智强委员捐出这款钱的时候，他是去银行领出的现金，都是白的。他们就是希望激怒我，然后一怒之下在直播里面把账丢出来，赶快撤入起来，然后就让绿媒去发酵，谁不知道呢？所以这里面的有心人啊，都不会觉得感到羞耻，就名字打错而已啊，账是对的啊。我们整个 Excel 账簿是完整的嘛，全部的账款是对得上的嘛，只是因为我绝对不会去因为这样去害罗智强委员啊，人家还是立委，人家还是书记长，所以这个账他冲到也是完整的，只是你在勾那个 Excel 的勾选栏的时候，你看你要打开比如说我要统计罢吴思瑶团体请了多少钱，我要统计罢吴佩仪团体请了多少钱，就是勾选单的问题而已，它不影响这个账的完整性，只是说现在才发现说原来这个吴佩仪的义打错字了，就这个错字，因为账是拉得平的，每一块钱都拉得平的。那还好小弟当初坚持一定要会计账的方式去做，因为罢吴佩仪的义你虽然把它打成人字旁义，但事实上你是看得懂，那只要打个更正单就好了。如果单句都是对的，那你就只是Excel打错字而已，那不影响账。那再下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再下一个事情是为什么今天会有造成这个误会？我跟大家讲，悲哀的来了，因为请领的时间差，请领的时间拖了非常非常的长，尤其是罢役团体那边拖了很长，我一直请他们赶快来请钱，从5月拖到7月，陆陆续续请了很多钱，很多钱是什么？到了7月呢，很多还在请4月的钱啊，所以请款的时间拖了很长，变成说在不同时间点所讲的这个钱呢是有差异的，最后全部账出去了，直到8月了才全部清空啊。那所以陆陆续续在请款的时候，可能相关当事人对他所请领到的金额他不是很确定，或他记忆错误。还有什么？来请钱的人是不一样的人，比如说律师费，一个团体里面好几个人被抓的时候，有些是当事人自己来请，有些是他们请朋友来做代收转付，我们都有签单子，有差异是很正常。我给出去的钱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个人所拿到的钱是有差异的，因为有的是召集人，有的是领衔人，有的是副召集人，每个人来请的时间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同一个团体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呢？就一样签单据嘛，然后就在群组里面确定你们是不是来请这一个款项。他们就是想要逼历史哥把账交出来，把罗智强给干掉，青鸟就会下毒手了，所以他们只要把账挖出来就好。那还有呢，冷气的事情，我觉得这更夸张了。当初罢吴佩仪团体，他们连冷气都没有，我说你们赶快去搞冷气，所以如果要的话，可能要施工要多一点钱，他们觉得太贵，我说没有关系，你总部没有冷气，人家不会来嘛，去弄就还好。后来赖以任呢就捐了冷气，但是是立式的冷气给了他们，所以这个就后来就不用请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也可以造谣说历史哥收那个冷气钱。我为什么强烈建议？因为你那个太热了，我去他们总部看，哇，像火炉一样。那时候7月啊，哥们啊，这样也变我的错。我是觉得真的是太夸张了，因为主要是在群里面指名道姓的攻击，1000多人的大群，我跟你讲，3个人的群组就会被检察官认定成是公开的场地，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谬。现在还有什么只拿了40万，剩
下的钱不知道去哪里的说法，怎么会呢？怎么会不知道去哪里呢？钱都已经领出去了，单据都签了，哎，我如果一张单据公布，最后又害死罗志强。那你就想，怎么会有这么用心险恶的人？那群里面甚至有人就传了给我说什么呢？说下面有人就被带风向，说我以前也不认识历史哥啊，现在真的好讨厌他，讨厌就讨厌我是无所谓啦，因为被讨厌这很正常，我也被青鸟讨厌啊，被很多人讨厌啊，但也很多人喜欢啊，不然我自己在跑什么？我跟大家讲，今天发生到这个事情，我已经深刻体悟到，有些人认为把历史哥给消灭，他可以赚到历史哥的粉丝。大家觉得可能吗？今天历史哥被消灭了，没办法直播了，不会直播了。请问在台面上有跟我一样属性的内容创作者吗？有吗？我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是确实是不一样的。我也正告这些一直在造谣的人，你恐怕要失望了。我们并不害怕造谣，但是你不断的造谣，去耽误到大家的时间，逼着我必须每天花时间澄清，生出新的谣言，每天花时间造谣，是非常可耻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再次非常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今天早上一打开，谢谢大家，有3000个同学加入我们的会员，我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大家的力挺。你越黑啊，同学们越挺我啊，因为我不是用情绪在做节目，我的情绪是帮助我的节目更让大家理解，更有共鸣感，不是作为节目的主轴。我的节目的主轴是知识、逻辑、理论分析。我真的觉得，正是因为发生这么多事情，还有人我趁你病我要你命这样的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心态，不雪中送炭也无所谓，趁机造谣抹黑攻击，想要抹灭我的人格的，就不是靠什么卖人格卖人设起家嘛。我一直都是靠我的热血，我的一个本质的学能，还有我积极处事的精神。主要为什么要澄清呢？因为这些谣言攻击已经跑到了各大聊天室去主动性的造谣，那他们之前造谣造不动很正常，但是趁着这一次节目的调整风波，历史一起秀在中广被关闭的风波，借这个机会来造谣，把它共伴相成，就说你看历史哥一定有问题，节目才会被关，你看他还有这些问题，他就是在大罢免的时候大吸金。我知道啊，我知道你们想干嘛，所以说实在这整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恶质的一个过程，已经到了毫不松手的程度了。那这几年啊，说我吸金的有没有人来告我？没有。那为什么不告我？说我吸金，告我就抓去关啦。但是今天历史哥倒下了，我们的会员、我们的铁粉就真的会流到某一些特定的平台去吗？是不会的嘛。而且更何况历史哥也不会倒下。这攻击要有用，我早被民进党打垮了。民进党是把调查局直接派到我家来找我，跳到我公司来找我，把卫福部、把劳动部直接发文，直接派人到我们的登记地找我。那我要今天真的做错什么事情，我们所有的小编通通都是符合劳基法在做劳健保。所以我是觉得真的不必要做这些事情。认真讲，与其花那么多时间跟精神攻击我、扭曲我，把每一个字像是说文解字、实则断章取义方式的去解说，把一些话可能其实只是表面的客套话，然后呢把它当成很真实的义理去思考，非常好笑。你要看前后文来龙去脉，花那么多时间在黑，为什么不认真的去把节目给做好呢？为什么不去把自己的内容给做好呢？订阅很难拿，我也知道啊。你看我们要冲50万订阅，现在花了多少精神跟力气在弄啊？何必这样子干呢？大家一起把饼做大不是很好吗？把饼做大是好事啊。做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觉得说我们没有把饼做大，好可惜啊。台湾就是因为 YouTube 横向串联不是很好，所以大家都是各守各一方，各自自己的，所以不用再制造这些东西。有些人就说了嘛，节目又没有提到这个，节目有没有提到一回事，但也不能在上千人的群组提到吧？我就说了，3人以上群组就是公共场合了，这个是法律定义的，不是我定义的。那更何况上千人的群组，那会制造多少风波啊？这一轮风波为什么停不了？因为一直不断的在一个1000人群组里面不断的发动，然后这个发动之后就不断的外扩散。我去各个节目的聊天室，都只有一群人如影随形的在不遗余力的在造谣历史哥，一下说 A， 一下说 B， 一下说 C， 你要怎么办？我讲白了，到最后就变成信与不信之争嘛。但是我讲的是给多数还在犹疑的说，这个东西出来证据在哪里的人听。我只是希望说大家真的就账很清楚好吗？而且我讲一个更直白的啦，他们有人指控我可能吞了几十，然后或者是说你到底一场大罢免的造势活动你到底收了多少钱，他们很多人都在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如果我真的收了很多啊，厂商要赔钱的，能给多少能拿多少，是厂商衡量它的成本决定。然后呢，为什么他要逼我呢？因为他们要逼我说你去公开啊，这个你到底主持费怎么算啊什么的。哇，
我的天哪！现在是我连穿什么内裤都要跟你报告吗？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演变成这样啊，他们那些人就是希望你把你肚子剖开给他们看，他才不管你死活嘞，套路都是一样的，逼我突出账一样是要叫我剖肚嘛，叫我把自己在大罢免里面到底主持费怎么报，也是要我剖肚嘛。我去大罢免哦，每一场主持啊，只要人力可以调动，我都带2个，甚至带到3个助理。为什么？现场去协助拍摄的也有，现场去协助转播的也有，现场去协助协调的也有。啊，万一出差要住宿呢？住宿的话，差旅要加钱啊。然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啦，本公司目前呢有4个小编，全职或者都是全签约的小编。那你要请到4个全职帮你工作，你1个月薪资要开多少？你成本要消耗多少？这种东西没办法打肿脸充胖子。那所以回过头来说，就那个几十是要贪什么？你要稍微有一点点 sense 的。我过去在做什么工作？过去在做会计工作啊。我们会计事务所每天流水账有多少？我要真那么耗财，卷了就跑，当然是不可能嘛。罗志强强哥当初把钱丢给我是完全拒绝的，是强哥打电话拜托我说帮忙协调这件事情。我说好啦，那现在解密说有这个现金放这里，我们去帮忙大家分配领款，那也是大罢免结束之后的事情。而且我一开始拒绝的，为什么拒绝？我不想要沾惹是非。我看到那个钱，我说不要来，真的拜托。但是强哥需要我帮忙，我说好，这世间也没几个人真正意义上两肋插刀，朋友我都愿意帮忙，但是两肋插刀，这真的是两肋插刀，因为这次被插得好痛啊，而且是来自背后的插刀。我说好吧，强哥你都这样子请托我了，我能够拒绝吗？我就接受了。然后我还因为这样子自费花了5000多块去买了一个全新的保险柜，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荒谬啊！到现在疯狂的指控没有一个证据拿出来，到底心思在想什么？到底脑袋在想什么？其实大家也很清楚，所以怎么会有人觉得犯得着用那几十，然后就把他 A 走，然后这样子会做得很爽？拜托，真要过得很爽，我就留在业界上班就好了，我留在业界跟我妈一起工作就好了。然后还有人攻击我，哎呀，这个家伙没做过什么正经工作啦，竟然还讲错，就是跟着他爸爸一起上班，他妈笑死人了。我跟着我妈一起做，是我妈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因为呢适逢家族里面纷争，公司拆伙，是我的低谷，妈妈是说没人了，拜托我进去。但讲这有什么用呢？你证明他理智这也没用啊，他也不会相信你啊，对不对？他说宝宝妈妈能力没有，我做了3年，我们的规模就超过妈妈最高的过去的规模了，因为我们引入了新式的管理制度，引入了新式的一些具体的做法，把 SOP 定出来，把人员培训定出来，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在那边赚的薪资就是很够我生活开销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很多人他会理所当然的透过贬低你、贬损你的人格、攻击你来证明他讨伐你他的合理性，但其实他背后所藏匿的自私的心态跟攻击的心态其实是完全藏不住的。但是他的信徒会相信我今天讲这些，他们一定会把我每一句话抠出来，然后继续攻击我。我举更多例子也只是让他们拿来更多的攻击，但是我今天我就觉得也是不吐不快，该说的话要说，该讲的东西要讲，也是觉得不需要再多花嘴舌。如果他们继续造谣，那又没办法了，我基本上都已经在收集相关证据，我要丢给律师，让律师评估一下是不是该进行法律的进行法律。所以我觉得事情是这样，我们就把这些事情讲得很清楚，也讲得很明白，不需要再攻击这些东西。今天讲完他们还是会继续，但是其实我已经把我觉得我可以讲的部分，可以交代的部分都讲得很清楚，再延伸那也没有办法，因为它是无限延伸嘛，因为他如果跟你对着讲他一定输嘛，所以他们就躲在后面，躲在某些群组下面继续的讲这些东西嘛。那花90%的时间攻击我，攻击郑丽文主席，攻击罗志强委员，那为什么不花90%的时间监督赖清德，监督民进党，为两岸和平争取机会？那请问你们这样的行径，造谣抹黑声势，臆想扭曲，攻击人格，躲在暗处网络出征霸凌，这样的行为请问跟青鸟有什么差别呢？况且我妈根本就一点都不懂新媒体自媒体，我做这个频道从来没赔过钱，并不是因为我妈的关系，是因为有各位观众的厚爱，还有历史哥自己的努力，让各位观众愿意厚爱我，这是一个互相的过程嘛，有家人的付出跟支持，这是个互相的过程。所以今天是最后一次，除非有什么具体的无法回避的抹黑攻击，还需要再继续讲这个的话，否则的话我也不要再做回应，因为真的没什么意义了，已经够多了，他们不会有下限的，而且我也不是要为他们负责嘛。其实今天做这些解释跟说法跟整理啊，主要是要给我们自己的观众吃颗定心丸，就是告知这一切。而且再说一次，历史哥也不是靠卖人设赚钱的嘛，也不是靠卖情绪赚钱的嘛，我是靠专业的呈现内容，然后大家来支持。